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老九千翁处被渔网捞住了，这个是接续上一集，当时他们在追查掏空内裤的事件，然后呢，陈氏跟杂色有被掏空出去卖的一个状况。那他们追查的时候，沿线就追到了海上的贸易。那当时在海上有大量的海盗，因为五代时期啊，不少军阀战败之后，他就跑到海上当海盗去了。那你也知道，在路上抢土地，在海上抢货物，其实道理是差不了太多的。上一集有黑衣人抓钩子爬上去，那个是属于海上的海盗。这里海盗很多啊，因为吴越国有2个首都，就东府跟西府。东府就是今天的杭州啊，是吴越国的真正的首都，因为吴越王住在东府。西府就是今天的绍兴。那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就是今天钱塘江下游平原是很发达的水利地带，在这边就是今天的舟山岛啊。舟山宁波是现在中国第1大港，因为这里港湾条件太好了，到处都是深水港，所以这个地方海盗非常多，因为太多地方可以躲了。所以当时黄龙社还真的藏在这个黄龙岛这里。那这里也补充一个知识点，吴越它的海上的航行是非常热络的。当时这里原本有一个渤海国啦，后来被灭了啊。契丹把它设为一个叫东丹国，然后变成契丹属国。那据历史记载，这个都是跟吴越有所联系的状况啊，甚至就直接拜吴越为大哥，因为吴越的航海技术是最好的。但南汉的航海技术也不错，但是毕竟吴越国的位置好，它往北可以到日本，当时叫扶桑，当时朝鲜后三国时代啊，所以当时包括渤海国在进入到后三国衰弱的新罗灭亡之前，他们其实都有跟中原有来往，因为吴越的航海技术最好，也是跟这个地方本来长期就有这种航海技术。那另外吴越据记载也跟当时爪哇岛的三佛齐王国有联系，因为岛多水又深，道很方便，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符合史实的。这个是乾坤社的外岛主当面，快请上传一宣。黑云长剑，剑就是命，须不可操之于手，让他拿着吧。秦淮社李元清见过大之嗣，原来是大东主当面，请恕文秀不恭。元清此来梦浪，也实在怪罪不得大之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海上的风浪虽大，亦非法外之地。这里就比较没有史实记载了，基本上是根据当时的史实背景去做一些演绎，因为在海上这种事情就不是正史，那它主要是推进剧情的一个作用。另外说这个东主很重要，因为东主它这个社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商社，在这些商社在海上做贸易的时候，其实常常是易商易盗，这种行为一直留到清朝都长这个样子。那最有名的易商易盗成为海贼王是谁？就郑成功的老爸叫做郑芝龙。所以你大家也可以了解，不是因为宋代之后海上贸易非常兴盛，而是进入了中唐之后，南边的整个海上贸易的兴盛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原因是因为在中唐以前，主要的贸易还是透过陆上丝路，从西安就长安走丹树，就是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出了嘉峪关，然后敦煌，走南线就进入了南疆地区。这一段今天已经没办法走了，因为这段今天的路况太差了。不过当然还是有修路了，或者是说走北线，翻过克什米尔高原之后，就进到塔吉克跟阿富汗境内。当时这边都是佛教国，非常兴盛。往北翻就进入到了所谓的中亚的2河流域，这阿姆河跟希尔河这2个河，这以前是个大湖，叫做咸海，商道就是这样子一直出去的。但是到了中唐之后，因为吐蕃西藏人崛起，之后就中断。中断之后，你就想唐朝还是有很大量的贸易需求，本来就已经有的海上贸易就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另外还有一个点，中唐之后有一族崛起了，他们非常会做生意，是什么？是在西元8世纪开始崛起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当时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帝国，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又史称黑衣大使，非常兴盛的。那大家都知道阿拉伯人最喜欢做生意，所以他们就从海上丝绸之路跨越印度洋，从马尔地夫这边穿行过雅琪，再翻过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再穿行经过这个廖内群岛，经过南海，沿路就可能在南海的西侧或南海东侧航行，接下来就进入到了广州，所以广州成为第一个补给点，中间的地方就会到泉州，再往上就到了今天杭州这里，所以补给点在海上丝绸之路就很兴盛了，一条海上贸易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在吴越之后这个地方的贸易是如此的兴盛？其实不是从吴越，是从中唐开始。罗纵横半生，背领过吴越国一门俸禄，无人知我前方如意，吴越之法。与我秦淮社何事？好，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秦淮社。什么是秦淮？秦淮指的一般是来自淮南这个地方，吴越国的首府在今天的扬州跟南京这里，所以当时的人称南唐就叫淮南，所以叫秦淮社。他们的国家的核心区域在淮南，另外还有秦淮河，所以他刚才说他没有拿过吴越的俸米，所以他不是吴越人，他是从隔壁南唐来。那上一集的时候我讲解不是说一个，即便是在两军很对峙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很少发动贸易经济制裁战，
民间的通商是非常热络的。因为他拿一个黑云剑，南唐的前身叫做杨吴，是杨行密收拢了当时的乱民建立的吴国，有一支乱军，战斗力很强，叫黑云都。都是军队的编制名称，所以黑云剑应该是黑云都的宝剑。不过在这个时候，黑云都的战力已经很差了，所以可能就变成一种荣衔，但详细史料就很少记载了。华龙社虽不成器，好歹有蒙冲8艘，蒙冲就是大船，海球16，货船5艘，还高丽扶桑、琉球3夫旗。琉球就之间琉球群岛，只是用字不一样而已。小人乃山岳社少公主，这难道得绑了我？一般不会讲南唐贼啦，就会叫他淮南贼。为什么叫南唐？意思是说你不是正统，你是南边的唐，所以人家也不承认你南唐国号，除非是对南唐称臣的国家。我一般就叫你淮南，而且这个叫法不是现在才有，这个叫法早在杨行密占据整个淮南地区称王的时候就开始用，他当做节度使的时候在用了，甚至这个用法可以更早追溯到晚唐的时候，整个天下分崩离析之后，所以这个用法怪怪的。荆州海上，信以为先，700斤10斤，OK吗？大军四真乃是信义君子，元钦佩服。买走那个价值250斤大东猪买吗？降价300斤，我买。涨到300，扎都不要肯吗？叫价非常的贵。他刚刚讲赤金是什么？应该是铜。这个时候，它这个赤金贸易，据我所知，针对五代商贸的研究，至少我读书的时候还不是非常的完备。赤金，南朝前多指铜，宋朝后变黄金了，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是铜钱。因为唐朝也有大量的铜币在，它的金数太大了，黄金在这个时代没那么多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行人。阿谶仪表出征法，若是有人拒斩，便切您者。就是这话。头群人。发烧了，落水发烧常见。黄龙岛有一点意思，你看今天的黄龙岛就长这样，它就是一个港澳。我猜测它可能正照这个感觉去做的。铠甲，张文凯、吴水甲两当铠都有，给明光凯都借了一副。李元清，他本就是南唐。这个就架空人质，黄龙社大东主是女的。南唐和云东的都帅，何必不辞辛劳远赴波涛，跑到吴越来买甲？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种地步啊。应该是带别人卖。这里也是一个小船，就是南唐，一般就叫淮南。我认为可能不见得是编剧不懂，主要是要让大家比较好理解。秦淮说自己不需要买甲，他将人都买去了，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那小子行吗？或许没出来。早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主角出现，因为这个人前后数绝对是男主角，应该是吴越最后的王。然后纳土归宋就是他，所以既然这部叫做太平年，为什么太平？因为和平统一了，所以这个时候登场女生很可能就女主角。来买我，你喜欢？250是吧？快来喝。什么是山狼？这是何处？你发了1宿就热了，喝了这许多还。于氏之女，这个角色在吴越历史上很重要。吴越名臣水丘昭卷，因为他的这个姓太特别，所以记得他。这个水丘氏到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在当时在东南是一个名门。那今天就拆成水氏跟丘氏，主要是丘氏，所以这个姓丘的还不少。丘后来又加了一个偏旁，所以这个丘又跟那个丘是同一个丘，所以中国有这种复姓变单姓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水丘后来它就变成2个独立的。水丘目前还有人姓，但人数很少了。少年是学问啊！你可看得仔细，那确实是一条海球船。中国是一艘海船。明州水营不是那个时候收钱的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明州水营，那又会是谁？明州，我没记错，明州就接着宁波，所以明州水营指的是明州的水上警察，负责维护治安的。那是谁派他们去做治安的？他说他们不是，就吴越他们的政府，他会有一些驻扎在各地的水营，负责维护海上的治安。战争的时候就去打仗，他那个有点军警合一的概念，因为所以平常维护治安。暂时负责打仗。中国真正的警察制度要到清末才建立，从外国引进的。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这问题可以不答了。那我换个问题，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下的手？山岳社。你如何知晓？这次说能手猜的。你第2来吗？那你来猜猜看，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是铠甲啊。此路的情境可不是一般武士，这是铠甲。交易铠甲这个事情严重，他特别露出来。你是光管人家私藏衣服，不是蒙你的大嘴。这铠甲的事情就算揭出来，可是会打你的。何族男子问死，你却揭露教坊。何族男子皆死，就是整族的男的都要砍掉，可能是9族。女子揭露教坊，教坊就是官家的妓院。私藏铠甲是行造反。照你的意思，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这也未见得这么坏，只要手脚迅捷，还来得及不救。戴玉，我帮大家去查了一下，戴玉被认为是吴越第2王全元观的亲信。这里有个背景故事，他们在前面没讲到。戴玉跟胡敬思2个人当年都是跟着全元观去宣州做和亲，就是去做人子女婿的。当时的宣州有一个军阀叫田军，势力比较强盛。那个时候整个南唐地区长江出海口到钱塘江这一块，当时还打得一塌糊涂哦。田军当时在宣州这里势力比较强大。那个时候因为吴越内乱，所以田军如果打过来，吴越就完。
完蛋了，所以当乾坤自愿去了，而胡敬思跟代孕这2个人是陪同。对，所以后来乾坤上来之后，2个人都受到重用。另外有去查了一下一个事情是，这部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物被简化掉了，毕竟人物死时人更是多到如牛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胡敬思大概是非常重要，他应该会有大表现。代孕跟胡敬思在斗争，但是2个你说谁比较得乾坤冠宠幸，这很难说，因为王双轨并进，你可以说他们2个是2个大头，2个既好也不好。另外别忘了，虽然吴越相对的和平，但他依然是5代十国，5代十国很容易出现骄兵悍将，所以不要看吴越都身穿文服这紫色衣服是高阶官员，蓝色是中阶官员嘛。我跟大家讲，这些抄袭家伙都是军人，所以他们的官职都跟他们的军职都连在一起。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当，比往日的都妥当。怎么说？往日出库的赏赐呀，不是黑也是灰，而此番呢却是大红，那颜色呀又鲜亮又好看，拿回家去，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甚是体面。都是绯红。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有的是青，也有黑灰颜色的。如此说来，都是杂色。最贵的是什么？青色跟紫色，因为自然界青色跟紫色不容易出现，青色就是蓝色，电色、蓝色这种都是高阶染料，所以他认为事情很严重。因为上次我就说了，查这个府库里面可能还牵涉到权力斗争。亲卫第2都指挥使跟何承旭是同事，亲卫跟内衙都是属于禁军的一种，只是因为吴越是国王不是皇帝，所以他不能叫6军的禁军。下次带领公主内部，有听到没？我要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人家何都将和提督兄弟，我们尽管将所有的上房仓库上锁，然后便退出院来，只管守住外面，不许人进，更不许人进。明日午时之前，我要跑出去1只耗子，钻进来1只蚂蚁，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别怕，擅自带兵封锁内库，这便是禀告大王。我去一起禀告大王。对，明日一早，老夫为了宗楚使君，彻底搜检内库，所有的账目、凭证、库存，字迹可齐，一律封存。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老夫只会禀告大王，到时候该砍谁的头便砍谁的头。报告。他这在干嘛你知道吗？因为何承旭亏空内府，现在成色不足，只剩杂色，所以他现在把它封起来之后，如果一查账他就挂了，所以何承旭才那么紧张。那你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代孕虽然这是他的上司，可是何承旭这亏空内府，他也没在管他们老板的想法。老子突然下手，那个转换率低到位，其他那些后手口里的假设没问题，没人能查起来，这正是无人可以评不了的。这老傻子存心置于死地，要把这把锁砸开，想做平再说。如此妙计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星座的账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何都将，因为他是都的指挥使。程老倒有一计，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强我什么？还说什么够不够大？我家修回长了，是他要见你。你阿修，谁修过？三哥，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肯定是能的，你就放心吧。乾隆座的生母是姓吴，然后乾元观的身体是真的差了。这历史记载，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身体确实不好。他老爹活到80几岁，但我跟你讲更厉害的，胡敬思活到90几，是整个5代里面有记载最长寿的官员。乾隆叔上来的时候，他应该不在了，但是他至少熬了3代。余家娘子不会羡慕于虎子吧？你就安心吧，他根本就不是那个人。早点休息吧，我的身子恐怕是熬不了夜了。不好了，没人不好了！不是，大王，开门！不好了，大王，是厉垂渊，是内户，这厉垂渊他走了水了。八会堂是吴越的内堂的名字，这里也太多了。这个案子我知道，这个是历史公案。吴越当年在乾元观最后的时候出了一场大火，把整个吴越的王宫全烧了，内库也烧了，宫殿也烧了，朝堂也烧了。那一把火是把整个杭州的吴越王府从乾隆时期以来记得全烧光。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事情不知道。这个大火后来烧得太猛烈，实在就是乾元观到哪火就像有生命一样，像鬼火一样追杀他的，所以乾元观就大病不起，没多久就走了。照刚才的暗示，大概何承旭他们放的，但到底历史这样放的，根本不知道。这就有点太真实，因为其实我印象是非常热。谁敢对比不上？今日是双日子，按规矩该胡定门论之内啊。保证运回来，让何承旭来杀菜，滚出来见我。这也是一个细节。工部为什么有工部？因为吴越国王是可以开府治事的，所以他也有6部。他只是不能设宰相1级，不能设3省。3省是指尚书、中书门下3省，他们叫王国的丞相，但是一样可以设6部。末将拜见令狐，人通何时也？回令狐，末将已经在上面救火，还有4处火下为基烈。老师在问，你如何会在此地？何承旭何在？回令狐，这火起来突然，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见到何从前。马上回国。我家谁说再开会，他们回承认了。有天真大事，你们还知道你要不要？
到这里已经进行到了太平年的第2集的上半部哦，以吴越王宫的大火作为一个中间点，再往后我相信吴越接下来要来进行权力的斗争跟交接。其实这场大火在吴越相当于整个吴越王府从初代钱流王一直到乾元观的积累都彻底的烧毁，这场大火之后也让了乾元观一病不起，所以接下来下半部乾元观很快会面临到人生的终点。但是这前半段很有趣哦，他巧妙的使用了把历史人物跟虚构人物做一个错综的一个交叠，来带入整个吴越王国，包含他不管在政治的架构上，他的人物的网际关系而且有一部分人物也进行了叠合，来减少出场人物过多其实整个吴越政局是远比我们在剧中看起来的更加的复杂。人家常说剧里演的远不如现实当中来的精彩，只是现实当中很多的线你错综复杂，你很难理得清楚，而剧里做了很多的简化。比如说最有意思的就是胡进思这个角色应该是跟当时吴越最高权力者，应该说整个吴越实质上的宰相堪藩所叠合了。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吴越王国虽然它是一个文风比较兴盛的五代十国的政权，但依然你会发现它在这里面武人的影响力仍然相当巨大，骄兵悍将一直都是整个吴越贯穿的内容。但我不得不说，这一出剧真的对历史还原度是相当的高，并且几处的改写它都做这个调整，其实也让剧情的更加的精彩，节奏更加的快速，所以我相当期待看到后面的剧情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发展。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喽，拜拜。